So your sister or younger, older？ 我比较大，谁比较大？我比较大，我比较大。你们俩差几岁3岁。好违和，不会有带这种真的夹在下面的包包吧？我以为手拿包。是假的吧？这不是你的吧？这我的啊，你真的夹这个来？真的啦，往前破，往前破。你真的夹这个来哦？真的。你身上有刺青吗？没有，有啊，有。这有一个小符，哦，服呢？对，有没有心电图？因为有一个重击在中间呢，重击？你有看到吗？哪里有中？心脏。好的不学，学坏的。我们要聊的事情是，当你有个浓眉大眼，就是长得像外国人的这个脸孔的时候呢，结果你却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我常常很佩服很多外国来的朋友学中文，就是他们几乎中文讲的比我还好，然后成语用的又更多。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这样的外国朋友啊，你说理解力也很强。对，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常看到的，就是可能以前那种外国节目会出现的班底，这是我们很常遇到。可是今天来的这些人是，你走在路上绝对不会发现他会讲中文。所以没有佩德罗，也没有贺少侠，没有，今天是全新的脸孔。对，全新的外国人们。对。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个来宾呢，他们也很常在出国的时候没有被误认成台湾人，认成别人。好像放到哪里都会被人家当成不同的人。就去日本的时候，有时候被当成日本人，有时候去韩国的时候被当成韩国人，然后在台湾或是在一些亚洲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说：“哎，那你是不是有混血？”这样，因为我可能皮肤比较白一点，我觉得原因是在这。很白。然后我妈妈那一边，我的外婆那边有一点点俄罗斯血统，多一点点，就是到我这边可能有48或是1/96之类。那是你妈妈的妈妈的妈妈，我妈妈的妈妈的奶奶好像。你妈妈的奶奶，我外婆的奶奶啦。哇塞，外婆的奶奶，外婆的不是奶奶，外婆的。grandma，不是我刚刚就是你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对，是真的有混到一点，而且我妈皮肤就超级白，然后也晒不黑的那种。可是喜玉，你有被误认为是其他的，在那个英国念书的时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计程车司机或泰国同学，然后都会觉得我是泰国人你也被认为是泰国人？对，哪像啊？对，但是后来为什么要抢 Sabrina 的故事啊？有一种白菜，你不是看错，那是 Sabrina。不是，后来抢人家故事来讲。我同学跟我说，你要说自己像什么人呐？对啊，大国人吧。同学跟我说，就泰国人有一些是很白的。对，因为我也被误认。可是也不是长这样啊。不是，他们会觉得你是 Lady Boy。哦，你会比较像一点。哎，为什么我比较像？不是因为你的 look 就是那种大家追求的美女的样子。你说 Lady Boy 是说是男生，有对，因为我去泰国还差点跟那个真正的 Lady Boy 吵架，因为他们就一直说，因为你看起来就身材很好嘛，他们就这样 Lady Boy 在那边偷偷讲，然后我就说奇怪，其实我好像也是对啊，然后因为我就说，他就说you Thailand， 我说台湾，他说萨瓦迪卡Thailand， 我说 OK，come on 卡，就没有办法反驳。后来还知道他们觉得这种身材很白，然后身材很那，他就会觉得说白太，对白，也是暗示炫耀，因为长太美。对了，讲完都是在讲夸自己啦。太美，所以别人觉得他们可能是我就觉得他怀疑我弄出来是 Lady Boy， 真的。Lady Boy 真的 Lady Boy 也是 Sabrina。我发现我每次到东南亚国家，只要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把我认成当地的那个人。像每次去泰国的时候，他们就是会直接跟我讲泰文，然后去越南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越南文。但是这一次呢，我去美国旅游的时候，他们居然认为我是韩国人。真的超级惊讶。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测一个叫 Circle DNA，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它是用唾液然后去分泌你的 DNA。对。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真的有20% 的日韩血统。我觉得你要怀疑一下你妈。什么啦？接下来先那个。对，我们今天欢迎到的确实都是外国人。但是你们英文都很好吧？还行啦，听得懂。其实 OK 啊，你英文国外应该对啊 OK 啦，没问题。所以如果真的需要用英文沟通的话，你们要帮忙一下。OK。没错，我们要欢迎到的第一位是肯纳。太帅了！肯纳你好。你好，哎，欢迎我是邦嘎大汉的邦嘎囡仔。邦嘎，对，你出来讲台语干嘛？
那你在台语比你好，你在帮人读书的时阵，有人欺负你？台语比较烂哦。有，其实小时候一定会嘛，因为其实我说真的，我小时候在万华长大。那个年代，我应该是全万华唯一的外国人，所以当然会比较独特一点，对，尤其上课嘛。对，你现在几岁啊？我现在我想一下，32。这个有那么难想吗？你现在已经出社会了吧？32应该要出了啦。所以你的工作32再没出，我还窝在家啦。我怕你没工作了。对我没有工作 ，S 姐要多给我工作。没有开公司是不是？我没有开公司。所以你从小就在台湾出生？其实在南非出生，然后我在台湾念小学，然后后来大学又回来。所以你爸妈的是哪里人？爸爸是万华，台湾万华，然后妈妈是南非。真的是万华人，真的是万华。然后妈，不然我没事干嘛去万华念书？因为我想在万华念书嘛。就想要搞清楚，所以爸爸是万华人，然后妈妈是从南非来台湾吗？爸爸去，因为早期有邦交，所以爸爸去南非，然后爱上你妈。他很厉害，妈妈爱上他。哎呦，我爸是跟我妈学英文，我妈19岁就生我姐了。所以18岁就，厉害吧？厉害。生的时候是在台湾，还是说还在在南非？在南非就是。而且我妈跟我一样高哦，我爸在这。你爸怎么可能？他们结婚的婚纱，他站板凳。真扯，很厉害，万华男生蛮屌的。当然你爸，万华男生蛮屌的。这谁做得到一个这样子，然后那个金发碧眼的？你爸一定有什么特殊魅力吧？然后你爸有比他矮吗？比他，我爸就在我奶头啊，真的。你爸在你奶头？真的就在这。所以他算高吗？在你眼中？以台湾人来说，哎呦，在我眼当然你要我骗人吗？我干嘛？我很老实啊，我很老实。所以你爸是不是超帅？应该是有那种魅力吧，我觉得。是很江湖味那种吗？应该就是你知道那个调嘛，就是那个个性，就是有点俏皮好玩那种臭屁。然后他的包包是这样夹在这里这样走。那个年代没有，那个年代是大哥大，霹雳腰包，对。所以你爸是做什么的？我爸哦，其实他早期下去南非他是做那个类似修车的吗？就那种不是机车行，工程的嘛。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比较多，对。但是后来他就开始开，就有一次我姐姐被欺负，他就买了一个幼稚园，为了，但幼稚园被他用倒了，对。然后后来又开一个冰宫，就溜冰刀的冰宫。可以这样开来开去的，真的是卖那个起家的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爸为什么可以买来买去？他背后应该是有什么组织吧？是啊，真的有吧？就对啊，是啊，对啊。哇，这么 heavy 啊！当然。一个来宾的故事，你要聊这个吗？我们可以聊啊。真的吗？你要聊，你想聊吗？可以讲吗？我爸过世很久了。OK，所以你小时候有跟他问过这些故事？就对啊。所以有人会保护你去上课吗？没有人要鸟我，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呢，其实他会叫我来台湾一个原因，他要我学中文，然后他也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念龙山国小，他就希望我可以延续这个去念龙山国小的这个东西，对。可是你有没有从小因为你是外国人的脸孔，然后在学校就是大家你说不排挤吗？还是什么？小时候在万华念书，已经够独特了。我自己看到外国人，哇，终于有外国人来到万华了。对，可是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看到，而且那是90年代的时候，就是在万华，所以真的我应该真的是万华唯一的外国人。所以我上课呢，通常就算我的成绩是那种班上前10名的，虽然班只有20几个人，但我还是就前一半嘛。你被分配就是那种团队要作业的时候。都不会有人想跟我在一起，就觉得外国人不会讲中文，我成绩比你好可就会被排挤，对，然后可能就是挑完我都是最后一个被挑，对，然后挑到完你跟他同一组，你跟他同一组，对，然后甚至还有一次是我们学校来了一个转学生，那我就觉得哇，终于有其他外星生物来我们的学校了，结果没有转学生，我们就是吃午餐然后要睡觉嘛，那个小学的时候。
他带转学生来说，你看我们学校有外国人，带你去看。然后吃午餐的时候，大家就站在窗户在看外国人吃饭，对，说哇他会用筷子就是对，就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会觉得万华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你那时候现在还好啦。就你要跟台北比，万华确实比较不一样，复杂一点，比较复杂。所以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没有变成不良，就是加入什么东西？哎，这个就是，其实我也很难过，我也很就因为像你很想加入哦。是，当然，然后因为小时候我一直被欺负、被排挤，所以那当然也会有那种，因为万华有些小孩可能家里就是比较兄弟一点，对，那他们就看到他们的哥哥或者是爸爸的行为，那就会带来学校，那就会想要欺负我吧，对吧？那好。那我觉得被欺负，你有2个选择，一个你变得很自闭、很自卑，那另一个你就是凶回去，就是你就是跟他凶回去。那我刚好就是属于比较凶的，但是我凶起来，男生也很奇怪，你跟他们打完，不管你打赢打输，你都会变成好朋友。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识，对，那你就会变成好朋友，所以就很好啊，那就很开心啊。然后我终于找到就是一群兄弟的这种感觉。结果呢，他们就常常去做坏事，比较皮嘛，就做一些有的没有的。最后他们不想要我去了，为什么？他们直接说，可娜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可能没办法，因为他们每次做坏事，我们被人看到，就是那一群有外国人的那个团了，就他们了，太显眼，太显眼了，太显眼了，真的，我们可能去那时候，因为一群流氓去混杂一个外国人，很怪。而且你有办法在里面一起用台语叫嚣吗？你有办法骂脏话吗？可以吗？可以这样子。你是不是有嫌弃台湾人骂脏话不够？就刚才你说《蒙甲》这个电影嘛 ，manga， 其实那部电影出来，我在南非念国高中，对，然后我台湾家人就说，天哪，你一定要看那个《蒙甲》啦，那个就是我们爸爸小时候年轻的故事啊，你就是要看啊。我就看，可是有一段就是有一个男女人也是混血吧。他就凤小岳，就直接讲凤小岳，所以然后呢，他怎么了？然后他就有一段，他不是好像是喝醉还是失恋还是干嘛的，他就骂脏话嘛。他骂什么？我好失望，因为他就是，我就看了就，不是啊，台语明明就是这么凶，全世界最硬的一个脏话，你就好，那若凤小岳，是，凤小，讲出来，脏话讲出来。讲出来，小叶，回来，太丢脸了！小叶怎么了？小叶有出小夜灯吗？刚刚不能没有关系，有小叶。怎么？好像今天我中文最好，对吧？好，没有刚来，我来称。你觉得凤小岳那段不好？就弱掉了。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是你演的话，对，你要怎么演？就那一段而已。那一段。 3、2、1，认真演哦，完整的，有情绪的。但是你要记得，他是失恋，虽然 maybe 因为他是失恋还是他是怎样？啊，不管，台语就是凶嘛。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样？哈，来，快点喊一下。你用台语跟我说。台语。 3、2、1，对吧？开戏。这样。还好。那这样还好。好无聊哦。你刚刚那也很弱啊。怎么会？那个就是你今天就算在非洲的机场，你跟他说，他都知道哦，他生气了，这个人生气了，他生气了。可是你如果你在那边，怎么了吗？你怎么跟你？哦，他生气了，所以台语很凶哎。OK， 真的蛮凶。这样解释也是有道理，是吧？欢迎。哦，中文真的有够溜的。对啊，而且从那个算是他也不算外国人，但从他们的感觉来看，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平常得知不到的讯息。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他们是直接是一组出场了，兄妹档哎，兄妹档，欢迎贝尔跟西敏。Hello。 Oh my God! Welcome to Taiwan. Thank you. So your sister or Younger. older? 我比较大，谁比较大？我比较大，我比较大。你们俩差几岁？ 3岁。好违和。这
中文太准了。我一直很好奇，所以你们是哪里人？南非吗？南美洲。南美洲。所以一出生就发型就会这么卷吗？没错。对。所以你可以离子烫吗？应该是可以。你有试过离子烫吗？应该是没有。我有试过，但就是用完之后隔几天碰水就又卷回去。一碰，所以你不会想要尝试离子烫？之前小时候有，那是离子烫吗？就是把头发夹直一点。夹直。对，夹直。因为就是身边的朋友头发都直的，我就想要学他们。一点口音都没有。但就看起来就不太好看。闭上眼睛听他们讲话。可是很多人现在都是想烫成这样子。对啊，所以我现在就蛮喜欢的。所以你们现在你们是哪里人啊？我是说在台湾的话是。我们在屏东长大的，出生长大的。屏东。对。所以是什么原因你们会从屏东出生？我爸妈他们一开始是来台湾当传教士。所以原本是要2年就要回去他们的国家，结果我不小心在台湾出生了，所以他们想说，那就在台湾生活看看这样。所以传教士的家庭是什么感觉啊？很有爱。刚刚那位肯娜已经为我们示范了台湾的 manga 的那个会客，所以你们家族应该爸妈有规定，你们不准说脏话吧？对，有。所以我真的假的？真的，对，不，任何语言的脏话都不能讲。对，所以刚刚那段我们就没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吃。不可能，你们从小到大一定有讲过脏话。只有在打球的时候会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运动员，所以可能打球就是比较一些失误或什么才会。所以你是哪什么运动？排球，我们都是排球。你们都是排球。哇哦。所以是什么情况之下会讲脏话？就失误的时候，或者是就是要杀球就没杀到，是不是？对，类似。然后会说什么？好台哦！好像在跟同学聊天哦。我就会幻想他如果没杀到，就会说。不是，是中文，是中文。一个是不是他刚才讲的那个？不清楚，不要。两个人你们很怕爸妈是不是？没有啦，就是我们不太常说，但就是逼不得已。还是说你们是很尊重你们的信仰，就是要当一个好人，然后口出善言？对，可以这么说。这样人生有趣吗？还不错啊。好玩。可以喝酒吗？不行。规定不能喝吗 ？Forever。对。哇，然后平常也不说脏话，好乖哦。是可以婚前性行为吗？不行。他刚刚没有说不行啊。我摇头。没有，你刚刚妹妹说也不行。不行啊。病人，你说择偶就是交男朋友很困难吗？对啊，我觉得超难的。就在台湾，身为黑人女生，我觉得择偶条件有点少。就是在台湾的外国男生感觉没有这么多，然后在台湾台湾人也没有这么喜欢我们这款。你有喜欢过台湾的男生，然后跟他表白，有，然后失败的，有啊，很长，没有，那都很长。小时候就是国中、国小、高中。那你喜欢的是帅的还是运动很好？运动的，就是要够壮的这样。哦，对，我喜欢壮一点的，壮高。对，然后他只有交过一个，然后1个礼拜。我被爆料了，被爆料了。没有，这是国中的事情。对，国中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国中交过1个礼拜，不要听他乱讲，不要听他乱讲。你们不是不能说谎吗？对啊，所以不要听他乱讲。他应该不会说谎吧？对，不然你教我那个教我。所以为什么会分？当时那个男生有多帅？还好啦，还行，就是也没有到很帅，就还可以。哥哥表情管理，表情管理。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国中不能谈恋爱，因为我是球队的，然后不能谈恋爱，然后那时候就乖乖排这样子，然后就怕被教练发现，就自动分手。对对对。不能婚前性行为，但是可以婚前亲嘴吧？可以。舌吻可以。可以吗？可以，没有可以。感觉这样一直做下去就会发生，就会停不下来。对啊。怎么办？疼痛是种结果。这就是团的那种很直接的力量。我想飞到最高点。整个超震撼，拳到肉。人气总投票开跑，赶快下载欢歌 App， 投票支持你最爱的乐团，一起听团吧！
那哥哥呢？有跟台湾女生交往过吗？有啊，几个？应该不少吧？应该没有超过5个。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我觉得应该在同学里面比较少看到有黑人的同学在班上。你们这样会有造成你们的困扰吗？我还好哎，都还好，就同学都蛮喜欢我们的。所以完全没有被欺负或者是什么？没有。我们小时候是还好，但是就是我们有些朋友，他们反而在就是可能幼稚园到高中、大学，就是会有被欺负的或被霸凌。不是你们，是你们朋友，对。可是会不会别人看到你们就会觉得你们，要不然就是很会跳舞，要不然就是很会 rap。会啊。但其实你会 rap 吗？我真的？对啊。你做的是 rap 的歌吗？算是。那现在是可以。那我有点沙哑。沙哑更 man 天嗓啊。对啊。还是说你会忘词？想听。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这都有。就是一起的。你敢来一段吗？现在可以晚一点。可以晚一点。我等一下要急着回家，我没有时间跟你耗哦。不是，他说可以晚一点。晚一点。晚一点。几点？多晚？差不多，不知道，等他们后面聊完了，然后再说。你要先为什么？我要先准备一下。你要先想一下。给他 OK 好，预习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就期待你的 rap 是你的创作，那给你时间准备一下你的那个 rap，OK？ OK， 欢迎贝尔跟西明。哇，好会找，很奇妙。好，来下一位，越来越奇妙了，欢迎下一位阿 Carrie。你好。阿 Carrie 是混血儿嘛？你是台湾跟墨西哥，所以是妈妈还是爸爸是墨西哥？妈妈墨西哥人，妈妈墨西哥人。然后是爸爸去墨西哥爱上她吗？去墨西哥爱上我妈，然后后来我就出生了。所以你是后来几岁搬到台湾？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来台湾的。可是因为我觉得混血儿应该比较不会让那个其他的台湾同学那么觉得。你是外国人什么这一类的，应该就是还蛮顺的吧？对，只会觉得就是一个漂亮女生啊。可能吧，对，但还是会有啦，就是还是会有白目的国中同学嘛。哪一种白目？就是会讲，就是就比较难听的，就会讲什么杂种之类的啊，然后杂种这种年代还有人在讲这个词，还是会啦，但是就是开玩笑嘛，所以就还开玩笑，这哪是玩笑啊？对啊，这方应该被揍吧？这应该会被揍。会给他，如果有人说你是那个，那你会说什么？你说杂种吗？对啊，你会看是谁对我说啦。如果她是你女朋友，然后有人说，你女朋友是杂种，那就上啦，就上，上谁？叫他杂种的咯。你要上他？不好看吧？为什么你可以把它想到这么歪？我想的这么美，你想的这么歪。但是大部分都好的啦，那就是国中屁孩嘛，就是屁孩嘛，所以我也不会放心这样。大部分都其实都蛮友善的，但是我觉得我最常遇到可能就是搭讪吧，然后想要跟我讲英文。然后可是因为他们英文又不好，对，然后可是我又会假装说，我就可能当时不想被打扰，所以我就会假装听不懂中文这样。然后我觉得有一次最扯是有一次我在公车上，然后那个人想要搭讪我，然后我就想说假装听不懂，结果我同学不小心就打来，我就太自然忘记这件事，我就讲一讲就讲屁啦，然后屁啦，很台湾太台了吧？讲超大声，我就屁啊什么最好是，然后就那个人就转身，然后想说，我怎么突然又会讲中文？我就赶快跑走，太丢脸了，对啊。所以你有认真交过台湾男朋友吗？我的男朋友都是台湾人，几个？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其实。你才几岁啊？我已经27了，对。已经对，27很年轻对，但是因为我们就很稳定，就是高中的，就是高中认识就结婚，然后到现在，然后他不会是你的初恋吧？算是，对。哎呦，我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然后那个时候你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我们都是 Nike 大使，我们都很爱运动，所以他算是我 Nike 的学妹。那你为什么不好好骗他？她的老公看起来超级好，因为她老公是医生，然后她本身也是兽医。你是兽医啊？然后老公是哪一科的医生？他是内科医师。帅吗？帅啊，当然啦。真的，当然真的，我没有
就是台湾女生会喜欢那种类型，就是温文儒雅，然后白白，就是比较日韩，对不对？对对，他比较像韩国人。高吗？高183。哦，那 OK。对对，有小孩了吗？还没。所以你已经摸透台湾男生的习性了。对，我自己其实我虽然长得像外国人，但我真的就是个台湾人，就是我的思想啊什么的，所以我交往什么我都会想要就是台湾人。你觉得你最台湾人的举动或是想法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大家会觉得可能我比较外向，我应该说我比较爱玩，或者是可能会比较开放一点。但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蛮保守。像我们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我应该想要美式什么的，但是我就是完全走，就是他们有秀照片，我完全就是走龙凤花式，对啊，就是完全就是很台式的那种。帅了，我也很韩系，对啊，是帅哥。还有那个韩系的刘海，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这个吧，而且就常常遇到会比较开放的人，就会想要跟我讲说，开黄腔什么的，但其实我都不太能。你不喜欢？就是我很少，我朋友基本上都不会跟我聊关于什么性什么的，我其实都不太，所以我就是假外国人，我就长得像外国人。可是姐妹都要聊一些性，应该还蛮正常的吧？对，但是他们会觉得我不像是会聊这种话题的人，所以就是会偶尔提到这种。对，算是很保守的台湾人，算是就是比较内向，对，所以你就是会一辈子住在台湾了？应该不会，我们未来应该会想要去美国，我的职业啦。台湾哪里不好了？台湾很好啊，只是因为就是想要深造嘛，台湾很棒，对啊，所以美国才能深造，就是对，算是在专业上不够深，兽医这块是没错的，对。还没有。现在去美国，生气吃为什么劲？啊，至少这一段时间你在台湾是过得很开心的，对啊。开心。我觉得我其实要不是因为真的想要深造，我觉得台湾让我住得蛮开心的。你觉得台湾好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最大是人吧，就是你会蛮有安全感的，跟人相处你都不会，而且台湾人真的蛮好，就是连那种我去便当店阿姨都会记得我啊，可能就外国人他就会记得要多给我一个菜啊什么的，所以你会觉得是很有人情味。对，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有人情味，而且如果你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然后既然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们一定会觉得更有亲切感。而且因为我是高雄人，所以我其实台语也听得懂，所以有时候阿妈。不认得，不认得吧？挑，你看你不认得不挑。但其实转不过来，没有，有时候因为我妈妈西班牙也会讲西班牙，有时候3个语言我会转不过来。你英语、西班牙语、中文，然后我台语是听得懂，只是不常讲，所以没有那么水，但是我听得懂。好厉害！希望你如果到时候去美国深造成功。谢谢，Carrie。欢迎到的下一位是梅雅丽。不会有带这种真的夹在下面的包包吧？我以为手拿包，是假的吧？这不是你的吧？是我的啊！你真的夹这个来？真的啦，往前破，你真的夹这个来哦？真的。里面放什么？很多东西耶。有槟榔而且你戴什么？你戴金戒指吗？备用机、钥匙、耳机、钱包。正常来说都会放现金啊。三大 logo。你带现金？对。你通常现金会带多少出门？10、20万，不要看发票。所以你住在哪里？住在台中。台中人。对。所以你是只有这条腿刺吗？还是？没有，另外一只也有啦，只是那个刺青不打雾，把它盖起来了。哦，还在割线呢。对。所以你是纯粹热爱刺青，还是说你真的有加入什么东西？要融入台湾的那个，要入境随俗啦。没有啊，台湾人不见得每个都刺青啊。你为什么一直晃来晃去的？你身上有刺青吗？没有，有啊，有。这有一个小符。哦，符呢？对。不是，不好意思，这跟你腿的那个胸部差很多哎。旁边腿啊，小符。为什么旁边是？这最凶哎。这是心电图哎，心电图是不是？对啊。为什么要心电图？因为有一个重击在中间呢。重击？你有看到吗？哪里有重？心脏。好的不学，学坏的。这不好吗？这不错。你比这个方法的还抬。他蛮抬的，我刚才看到觉得他好抬哦，好抬哦，而且晃来晃去还没有停过呢。当然好有，你现在是好有，有吗？
我做网络行销，卖什么？精品百货类都有。真货吗？对，当然。你是做直播拍卖的，是不是？对。所以你是会喊那种的吗？会要啊。你的风格是哪一种？来一下。其实有不同风格，要炒气氛的话，要的，帮我打1688。如果比较有质感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卖这个包包，卖这个包包，你先用你刚刚的方式卖一下这个包包。没有卖这种比较高单价的，卖给姐姐或是这种比较有钱的客人，就是你好，老板，这颗是这种手拿包做满版设计哈，一块饰品，通厚到底，这个拉链里面的话有大概1、2、3、4、5、6卡夹设计一个小暗袋这样，请问你有喜欢吗？这样喜欢。你每个产品有不同风格，是不是？对，每个。但要的是你通常会做。要的是 opening 吗？用来炒气氛，用来炒气氛的。就是如果人数不够多，你就会赶快喊人家要的，是不是？对，比较吸引到那种比较弟弟那种。你有没有遇过真的让你有刺到你的心的讲话很恶毒的？比如说叫你滚出哪里呀？其实还好，我不太会走心哎。你是一个不走心的人。不走心。你也不会轻易的落泪。不会。落泪吗？只要你把你的面具拿下来，感情方面有时候我才会落泪啊，但是对。所以是最近一次的失恋让你落泪吗？不止一次，哇！你会因为感情落泪吗？因为你问了他还叹气，这一句哇，不想讲了什么啊？你是一个会因为感情落泪的人哦。是吗？你？我其实以前被伤过太多次了，我现在在挑战变8国联军。你是被伤过最深的一次是哪一次？他做了什么？其实我都是我甩女生的，但是我还是一样难过。你甩了他，你还哭？对啊，是不是？你甩了他，你哭什么？我也不知道追求心痛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就难过啊。犯贱。你哭的时候你有自拍吗？当然没有啊，谁会自拍啊？然后放在 Trace 上面，不会，我不会自拍。我的泪。但他有一件事你们未必有做到哦。他有去参加妈祖绕境，大甲妈祖绕境，而且你还是扛轿的人，是不是？我有扛，就我走完9天8夜，但是有一小段就是可以跟着扛，可以抢轿。对，我有去扛。2闪也有拿到。就挤啊，走开了这样子。绕境的时候可以讲脏话吗？可以啊，那不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没有骂祖在那边讲脏话，骂脏话可以，然后对不起，开扛。对不起妈祖啊。对，心里要说声对不起的。所以，因为我知道抢着想要抬轿的8+9一定非常多。谁说我是8+9？你不是自诩为8+9的代表吗？是还好。你跟我讲什么？奇怪的情绪哦。没有，其实我可以可爱，我也可以就是甩这样。所以刚刚那个 Manga 的朋友，你觉得他跟你的型是不是有撞到？我跟他吗？我觉得我蛮合的，我蛮搭的，是还可以的。因为他也觉得讲台湾的脏话是最有利的。是一定要的，是一定要。你本身是哪里人？南非。爸妈都是南非。对。然后为什么会来台湾？教英文。对不起，不是教英文。爸妈来教英文吗？对，教英文。然后在这边生了你。对，然后从小就在台湾长大。所以你还是会讲英语？英语、台语都会通。台语都话通。话通，拢会使。你用台语最好，你用台语。完蛋了。没有，我知道了。介绍你。不然梅雅丽跟肯大2个外国人用台语聊天。要聊尴尬，好尴尬。完蛋，不会了。有主题，因为他要卖你东西，比如说卖他你的项链。你的项链，你要跟他讲说。他介绍。用台语卖啊。用台语卖，然后看他会不会心动哈。哇塞。看你俩3万6的台语怎么讲？3万6。蛮屌的呢，3万6。3万6，安尼收贵啊，较少嘅。加1。不会啦，会赔钱啊，就存你呢。台语啦。没那么厉害。你刚不是说今天3万6，我会使，赢无法度，收贵啊。
50块。好，好，安排。来，50块。什么？那是交易啊！暴力认知。不是我们外国人，其实我们不太需要讲话，我们就是看对方就知道对方在想要讲什么了。然后那你去跟那个西米，不要讲话，你要让他知道你在干嘛。我就不相信这样会成功。心里很淡定哦。用眼神。我买。成交。成交了。买什么？项链啊。项链。你是听他讲完才说的吧？没有，我们就是那么厉害，真的，我没有骗你。外国人就是这样。是真的有那种是真的心灵的。对。所以所有外国人只要在机场，即使是陌生人，只要这样，我们只要点个头就好了。就是好笑他就知道你的家世背景吗？他来自德国，他学音乐，他学钢琴。对，我中餐吃什么，早餐吃什么，他都知道。屁！真的。真的。怎么可能？而且早期台湾没有那么多外国人，我们那个感应更准，真的更。现在也被冲淡了。来台湾多久都知道。好，那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一起来欣赏。西米 Are you ready？ 哦，可以啊。哎呦，还记得你要表演吗？记得。我刚刚一直在练习。OK， 现在 OK 了哈。那我们就合位置听。没问题，感谢。欢迎。你要清唱嘛，对不对？对啊。 OK， 好。欢迎西米，他自己的创作哦。好，我想一下，因为这是我第一首写的歌吧，就一小段，我后面有点忘记。 OK， 没问题。5、6、7、8。从小到大做想做的事情总会被骂，但我从来没在怕，我就像是我老爸，活在这拥挤肮脏现实世界。终于在有生之年看透这一切。身为一个运动员，路程本来就不轻松。身为一个领导者，就得知道是非对错。每天夜以继日，不管身上的伤有多痛。OK， 大概就是这样。妹妹唱的。到底主唱是谁？没有，但是他会背我的歌，所以他背的比我熟。为什么？都是他在唱哎。因为我真的忘记太多了，但是就大概你是这样。为他而写的，是不是？没有，那他要写歌给我，生日的时候。哇，你还记得怎么唱吗？我说没，我知道你很累。那么多的压力在你背后追，当你说你很累，再突然掉眼泪，我说看到这点泪，你知道你很 great， 今天是你 birthday。Excuse me。如果你要当歌手的话，你最好训练一下你的记忆。没有问题。好，然后今天看到很多外国的朋友在台湾过得很开心，然后把台湾的文化这么互捏啊，就是做的那么彻底，对，很融入，而且又喜欢，比我们还台。对啊，可是这样看完，你看他们就越看越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别人觉得你真的太像外国人的时候？我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是我有一次出国，然后呢，我就听到有人用中文说我长得很像韩国人，然后我听到他讲我的韩国人，一开始还算蛮开心，因为韩国人就是白白的，我想说皮肤感觉是讲我皮肤好或者很亮这样，结果没想到他就说他是我看过的韩国人里面皮肤最差又最黄又最黑的就在路上讲中文，我一次讲那么长，你也要听很快。对，然后呢，我就很受伤。可是你知道，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讲说一白遮三丑，对不对？可是其实白的人瑕疵就是特别明显，所以那个时候我承认我就是有一点点有瑕疵啦，看一下。你所谓的瑕疵是说下面就是有一些什么东西，斑跟红印、红点点，因为白的人就会看起来特别明显。然后我那一次被讲完之后，我回家就真的很难过。然后可是好运气很好，我就回台湾之后，我又去逛街嘛，然后逛一逛，我就看到一个德国的品牌。然后这个德国品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因为它就是靠着它的美白身体乳，这是称霸整个业界，你们一定都知道这个品牌3个字的。然后呢，这个品牌我就看到它居然出了脸部的美白淡斑保养品。淡斑对，然后我想说这刚好就是正中我的红心，我就是应该要赶快买回去试用。我回去用了之后呢，用了2个礼拜之后呢，整个那个肤色像换了一层一样，然后瑕疵跟斑都变淡了，然后还有一种亮度。而且我那天第一天用的时候，我就是用完就睡觉嘛，我睁开眼睛被自己漂亮吓醒。用一天因为很亮。我跟你讲，要怎么样看到你以为你没关灯？水嫩透亮肌怎么样是现身说法给大家看，我卸妆。
谢谢。好，来欢迎艾雅。就是这个 L630的淡斑精华，这个牌子很有名哦。这个牌子很有名哦，因为呢，其实我之前被斑点就是困扰蛮久的，尤其是像那个我的脸比较白嘛，所以有一些泛红啊，或者是痘印啊，还有一些红印，甚至斑点就是会很明显。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用的时候，我发现它用完之后那个红印消失的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本来摸的那个粗糙的颗粒感就变平滑了，这么厉害？对啊，然后我就本来想说，我是敏弱肌，会不会担心说用了这种美白系列的产品，会不会感觉比较刺激之类的？结果没有，肤况超稳定哦。为什么它那么厉害？我跟你们说，它就是有这个 L630的一个专利成分，然后呢，这个专利成分其实是为腹部核转真正有效美白淡斑的成分。然后呢，它是由一群其实是德国的皮肤专家，他花了10年的时间，从5万种成分里面呢，找到编号第630的真正有效的成分。哇！然后它呢，就是其实可以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生产链。然后再加上呢，它里面还有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 就是可以让你由内而外的层层焕白。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独特的微分子玻尿酸，就同时让你可以保湿之外，还会有那种 Q 弹透亮的感觉。然后而且你知道它这个 L630跟以往不太一样，是我们以前大概平常会用的美白产品，就是可能会众所皆知的酸类，通常它都是只能作用在表层。对。可是呢，这个 L630呢，它是真正能够深入，就是它根据国际的期刊论文说啊，它的抑黑效率是熊果素的3000多倍。然后所以就为什么你会用2个礼拜就有感觉，你就是那个会素颜可以焕亮的原因，就是来自这个啊。哎呦，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一直用下去会越来越白哦。是的，然后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质地啦，因为刚刚讲这么多，就反正它就是很特殊，而且它的质地呢其实是有点乳状的。对啊，质地很好吸收，不会很黏，超好吸收。因为你会觉得像是乳状，是不是很难吸收？没了，完全不会。你看瞬间，而且那种有关于就是可能亮白或者皮肤好的，就很容易怕那种黏黏的，对不对？都会有一种黏腻感，然后超级不黏，完全透的很快就好。我现在是素颜嘛，对不对？就通常我在家里就是挤2下，然后呢就可以上全脸。我觉得你这什么素颜的神奇皮肤啊！真的就已经非常状态很好了。我跟你讲，我上完之后你会觉得多了一点点透亮，这里。有感觉吗？有点水亮感，就是本来会有一种雾面感，可是你上完之后就会有一种亮了起来，对不对？哦，真的耶，有透亮感。皮肤好 Q 弹哦，这是 QQ 的哈，哦，真的不黏，真的不黏，真的不黏。素颜的感觉，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亮。擦这瓶就好了。对，但是其实我自己平常呢，就是你擦完这个精华之后我出门前还会再做另外的保养，而且就是呢，我通常都会进去做一些那种基础保养嘛。然后做基础保养的时候，不是通常都会有点修复期嘛？对。然后这个修复期我就会都擦这一瓶，然后让它维持的更稳定，然后更就是状态可以维持更久。你说如果就是比如说泛红啊那些过敏的状况，没错，那过敏状况你就不会感觉有。然后再加上呢，其实它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小资女孩来说啊，就是女生是无痛入手的一大福音，好重要。因为它就是开价的价格，但是你可以买到专柜品质的那种专柜保养品哦。因为如果能够淡斑也太厉害了吧？对啊，你可以试试看，而且它真的差不多2个礼拜就有效，速度好快。然后我自己平常的时候呢，会就是白天啊擦完它之后，一定要做好的是预防，因为你知道美白这件事情呢，不能单只是擦美白保养品，其实预防真是更胜于治疗，所以我通常还会再擦它的 L630防晒乳。哦，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然后其实大家擦防晒乳也会有一个想法是说，如果呢它的防晒太厚重的话，是不是会跟底妆打架？对，我超讨厌它。然后尤其是那种防晒系数高的，更容易跟你的底妆打架。可是它其实是有 SPF 50 PA 3个加。然后就是系数已经非常高了，可是它质地很透，它的颜色其实跟刚刚的精华有一点像，它会比较淡一点点。然后你也是这样子推开。哦，它这样其实就可以涂全脸哎。对，然后我现在上脸，因为我自己平常白天出门就是这样子，大概1到2下，然后把它推开，感觉延展性又美白又防晒。对，
哇，这样做很简单就可以防晒。有没有一种哑光的感觉？有哎，就是它的颜色会比刚刚你的那个亮再稍微是润一点点，可是就不会太死白。因为就白的人，如果你再擦更死白的颜色的防晒或者隔离，自然就会很显得假。然后我觉得它这一瓶就是它的防晒乳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它其实是一瓶双专利的保养型防晒乳。保养型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它的 L630专利美白淡斑成分，里面还有一个 AirNet 空气网膜防晒专利。就是呢，它就是可以完全阻挡 UVA 跟 UVB。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抗晒老、抗晒黑、抗晒伤。然后在你抗晒的同时，还可以顺便美白保养，这么厉害，对，这么厉害，所以就是可以越晒越白，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就会担心说，我晒了之后，我擦那些防晒是不是没效果？可是你就是在你边擦防晒的同时边保养。有时候早上都会特别擦 L630的淡斑精华，再加上它的防晒乳当妆前就可以出门了，这样就会有一个哑光的那个妆感嘛，对不对？然后哑光的妆感之后，你也不会觉得黏腻，你也不会担心外面太阳多大，晒到就是让你变得红啊、黑啊，或是晒老化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刚刚卸妆已经吓到我们了耶，对，这状态太好了。就是对啊，所以这个的 L630的美白精华，然后再加上 L630的防晒乳，是我最近真的是心头好，太厉害了，谢谢你的分享。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啊，可以认识到这么多好朋友，外国的朋友。对，其实我觉得有给出相对应的尊重，其实大家都可以当朋友。对，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哦。好累，一定哦。来，祝大家健康，好不好？中秋节快到了，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